Hello， 我是废宅，现在我已经跑到了白金4。那今天的这支影片呢，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，在最后从金牌升白金这个阶段呢，我所使用的这套牌组，冈普朗克跟史瓦尼这套牌组的心得，我会分成以下3个部分分享：英雄牌、侍从牌，还有法术牌。冈普朗克在召唤冈普朗克时，会再召唤出一张炸药桶。这边的炸药桶可以搭配法术牌进行攻击。升级后的冈普朗克呢，每一回合都会多召唤出一张炸药桶。那在进行攻击的时候呢，它会造成敌方所有卡牌跟主宝2点伤害。如果场上还有炸药桶的话，可以配合升级后的冈普朗克制造更多的伤害。史瓦尼召唤史瓦尼可以指定冻伤敌方1张卡牌，然后给予被指定的牌1回合的弱势，通常是拿来抓敌方的英雄牌或是比较难对付的侍从牌才会出的。那至于说升级后的史瓦尼在进攻的时候呢，可以利用这个法术牌触发他的冻伤技能，使敌方只能抵挡不能攻击。那相反的，如果是在防守时呢，也是一样可以利用法术牌冻伤敌方，让敌方不能攻击我方单位或者是主宝。在回合开始时，手中的4张牌尽量把高魔耗的卡牌换成低于2点或是包含2点魔力的卡牌。原因在于，如果对方是快攻的话，前面3回合有个卡牌可以抵挡，或者是对方没有低魔耗牌可以出的时候，可以多打敌方主宝2到3点伤害。比方说神社海盗，第1回合敌方没有出牌的时候，就可以造成敌方主宝2点伤害。或者如果第2回合手牌有马拉族守卫，在召唤这张马拉族守卫的时候呢，他会再多召唤一张1点魔耗的侍从单位，这样子在进攻的时候就能造成敌方更多的伤害量。和英雄牌冈普朗克有点像的侍从单位，我觉得应该是恐惧号水手。在召唤水手后呢，会再多召唤出一张火药桶，这一点跟冈普朗克有点像。火药桶如果对方没有针对火药桶的话，可以用法术牌叠加更多的伤害量，同时在进攻的时候也能搭配神社海盗的技能，进而对敌方的主宝造成更多的伤害量。再来就是说可以洗劫的侍从牌，其中一张是长钩团屠夫，通常是会在造成敌方主宝伤害时才会出的，主要是触发洗劫的技能。屠夫算是低魔耗而且可以抵挡伤害量较小的卡牌。那另外一张是黑市商人，他的洗劫技能呢，就是可以夺取敌方1张牌。那具有抽牌特性的其他侍从牌呢，一张是约德尔骗子，他也是跟黑市商人一样，就是夺取他人的牌，但是他不需要洗劫，只是他的缺点就是他的魔力需要花耗4点，就有点多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这个约德尔骗子遇到这个约德尔说教魔人呢，他遇到这个说教魔人，他的这个夺取别人的牌的这个技能呢就会失效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另外一张是蟾蜍算命师，在召唤这张牌的同时呢，他也会对自己的友军单位造成1点伤害，然后从自己的牌组里面抽1张牌。那这边需要注意的是，就是不要挑选血量过低的卡牌，以免对方使用这个法术牌去收割你场面上的牌。至于要怎么打塔触发洗劫，那除了使用这个法术牌直接造成敌方主宝伤害之外，那还可以使用这个圣猴神像。这张牌每一回合都会召唤出火药猴，那火药猴不但可以拿来做抵挡，还可以拿来做攻击敌方2点伤害。那这个火药猴呢，死亡时或者在回合结束的时候呢，都会造成敌方主宝1点伤害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呢，去触发这个洗劫的效果。最后是电击喷奇鱼，这张牌除了是拿来抽1张法术牌之外呢，如果敌方没有隐秘的卡牌，那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敌方主宝，来触发洗劫的效果。这套牌组的法术牌有急速、快速跟慢速。急速特性的法术牌就像这张警告射击，
它的作用是直接造成敌方主堡一点伤害。这张牌可以靠抽牌抽出来，也可以靠我方的4重单位成功的夺取敌方1张牌，然后生成这张法术牌。比方说像是约德尔骗子，他成功的从敌方那里夺取1张牌，然后就有机会生成这张法术牌。那因为这张牌具有急速特性，所以它是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的。如果我们的火药桶被敌方做针对，我们可以利用这张牌，然后引爆火药桶，然后造成敌方的主堡伤害，或者是在我们的魔力有限的情况下，要触发洗劫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张0点魔力的法术牌来触发这个洗劫的效果。枪林弹雨以及巨怪鱼叉是快速攻击，只能轮到自己出牌或是双方进攻或抵挡的时候才能够出。枪林弹雨可以对3个目标造成伤害，如果要造成群体伤害的话，可以出这张牌。那巨怪鱼叉的话，建议是打在敌方的英雄卡牌身上。如果能够让这张牌洗劫的话，那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魔力，这样是会比较好。最后是猛烈攻势，它是整套牌中唯一一张最高魔耗，而且是我认为最强的卡牌。它能够召唤2个不同的英雄单位，使它的能力值提升至10点攻击、10点血量。英雄的能力值不但高，而且在能够出这张法术牌的同时呢，英雄牌多半已经升级了，所以这是一张非常强势的法术牌。那它致命的缺点呢，不是因为它需要花费高魔力，或者是整套牌只有1张猛烈攻势，都不是这些，而是如果在前面5回合抽到了这张牌，第一点是起不到作用，第二点，如果敌方出了一张叫做私心旅人的卡牌，那我们就会因为敌方的这张卡牌的技能，让你直接弃置掉这张猛烈攻势。那有兴趣的人呢，可以按一下暂停，看一下这张卡牌的技能。另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，以前我常常讲的可以抵消法术的牌，它的牌名叫做抵制。如果想要避免以上这些事情发生呢，就要在敌方还没出私心旅人的时候呢，出这张牌，或者是在敌方没有魔力的情况下再出这张猛烈攻势。好了，以上是我对这套牌组的心得分享。那我会把这套牌组的代码贴在下方给大家做参考。整个牌分系列我就做到这里。那之后我会做实测牌组的影片，我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呢，组一套现在大家比较常见到的牌组，或者是大家比较常用的牌组，一样是打积分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牌组在遇到哪些牌组会不好打，或者是很好打之后，我不会针对哪些积分段位进行实测。实测的目的主要是分享牌组的优缺点。如果你有什么牌组是希望我分享的，可以在下方贴代码给我，我会尽可能的使用我的资源帮助大家实测。还有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